法国刚向其援助装甲车与火炮，欧盟也要为其提供军事援助。亚美尼亚真的想要依靠欧洲了吗？你缺少太空计划，我来补充。瑞典有意弥补北约在太空计划方面的空白。美国3航母齐聚圣迭戈，里根号与华盛顿号将进行任务交接。接下来，日本将常态化部署 F-35C 隐形舰载机，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当地时间7月22日，欧盟理事会对外发表声明，决定向亚美尼亚武装力量提供1000万欧元的援助。援助目的是提高亚美尼亚武装力量的后勤能力。另外，欧盟还为了提高亚美尼亚的复原力，并加快其武装部队的互操作性，利用这笔援助来为亚美尼亚将来可能参与的国际军事任务以及行动来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包括欧盟部署的相关行动。而在去年10月份，纳卡地区局势加剧之后，欧盟就表态支持亚美尼亚。法国国防部卡特琳·科隆纳还到访了埃里温，与亚美尼亚签署了提供军事装备的协议。在11月份的时候，首批20辆堡垒装甲车就被运送到格鲁吉亚港口，然后通过铁路运送到亚美尼亚境内，同时还出售了3套 GM200 雷达系统以及西北方防空导弹。除了以上这些，法国还计划对亚美尼亚武装力量进行防空系统方面的培训。如今欧盟又再度为其提供军事援助。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坐不住了。根据媒体报道，在欧洲表态援助亚美尼亚之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发表声明表示，俄罗斯将亚美尼亚当作兄弟国家，千万不要重蹈覆辙。与此同时，阿塞拜疆同样发表声明，继法国提供军事援助之后，欧盟又提供资金援助，这将是一个错误的步骤，可能会加剧纳卡地区的紧张局势。针对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声明，亚美尼亚却不以为然，并表示欢迎欧盟做出历史性的决定。7月24日，美国媒体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瑞典有意填补北约太空计划空白》。在该文章中写道，瑞典希望凭借其地缘战略位置，以及通过加强研发能力，确认自己在国际太空领域的重要地位。而在7月早些时候，瑞典还通过了国内首个太空防御战略，也就是太空在新安全环境中的作用。瑞典国防大臣帕尔琼森表示，希望能加强和补充瑞典太空政策中的国防与安全部分，让瑞典拥有效应对太空调整的能力。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战略定位，瑞典太空事务负责人表示，虽然瑞典加入北约时间不长，但在这几十年来，瑞典一直在进行太空研究，而针对北约在太空计划中的空白，瑞典是完全有能力填补的。在今年5月份，瑞典空间研究中心宣布，与韩国近地航空公司签署协议，从2025年开始，将在艾斯隆厄航天中心联合发射卫星。虽然这个航天中心重点服务于民用卫星发射，但其首席执行官表示，未来可能用于军事发射。除此之外，瑞典太空战略还有一个关键支柱，依靠瑞典全面防御和危机防范理念，打造一整套与太空相关的能力与服务。在2023年，瑞典曾向法国泰雷兹公司采购 Smart L 远程雷达，这款雷达可以发现2000公里范围内的威胁。这样的探测能力足以让瑞典协助盟友在欧洲建立一个太空堡垒。根据媒体报道，刚刚返回圣迭戈的里根号航空母舰正在将舰上大量消耗类资源向华盛顿号航空母舰转移，接下来将由华盛顿号接替里根号，作为未来几年内美军唯一部署在日本的航母。今年5月16日，里根号航母离开了横须贺军事基地，结束了为期9年在日本部署的任务。在此之后，里根号返回美国本土之前，才进行了最后一次印太海域巡航，期间还参加了美国、日本、法国以及加拿大在6月份联合举行的勇敢之盾2024演习。在演习结束之后，里根号只在关岛基地进行了短暂停留，便踏上了返回美国本土的航程。直到7月18日，里根号才抵达美国沿岸。当地时间7月23日，里根号抵达位于加州的圣迭戈海军基地。与里根号航母进行交接的华盛顿号刚刚经历了近6年的中期维护，在此次维护中，华盛顿号更换了核燃料，并对部分电子设备、弹射系统以及拦截锁系统等进行了升级和更换。而在这些升级中，最值得关注的部分是将华盛顿号航母的部分舰载机更换为了 F-35C。
是美军第4艘可以搭载 F-35C 的尼米兹级航母，并且根据美国海军规划，在2025年，华盛顿号还将搭载 MQ-25 舰载无人加油机。在中期维护结束后，华盛顿号航母2023年5月返回舰队。今年4月25日，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出发，显示沿着美国东海岸一路南下，与多个南美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演习，随后便从大西洋通过合恩角进入太平洋，并于7月10日抵达圣迭戈海军基地。如今华盛顿号将接替里根号部署在日本基地，同时也意味着美军将在日本常态化部署 F-35C。 此前美军在日本部署了能够垂直起降的 F-35B， 美国空军也在本月宣布将在日本常态化部署 F-35A 战斗机。在最近几天内，里根号一直将大量舰载消耗类资源运送到华盛顿号上，目前这项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在转移这些消耗类资源以后，里根号还要将大部分舰载机转移到华盛顿号上，这项工作预计将在海上进行。此外，还有数百名船员也会在2艘航母交接期间胡算。媒体表示，美国海军此次安排2艘航母在圣迭戈海军基地进行交接，而不是返回其中任何一艘航母的母港，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省钱。除此之外，在2艘航母交接现场，还有一艘美军航母在现场，是卡尔文森号航母。随着俄乌局势的不断变化，各国又开始认识到陆战力量的重要性，尤其是传统装甲部队方面。而作为仅次于主战坦克的装甲武器，步兵战车成为陆战装甲现代化的重点。在这种背景下，今年年初，意大利陆军高层对媒体透露，将启动一项价值50亿欧元的计划，目的对外采购大量步兵战车。到了6月3日，意大利国防部正式宣布，陆军装甲作战系统将采购1050辆新型履带式步兵战车，取代现役的 VCC-80 标枪步兵战车。在冷战时期，步兵战车作为机械化作战的重要装备之一。然而，当时的意大利并没有真正的步兵战车，只能以 M113 本土仿制版暂时充数。直到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才开始研发步兵战车。2002年 VCC-80 标枪步兵战车交付陆军，凭借着不错的性能， VCC-80 弥补了陆军的短板，并在多场局部冲突中表现出色。但随着武器的发展，从研发的时间算起， VCC-80 已经经历了40余年，再加上交付之后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重要的现代化升级，其实力已经无法满足意大利陆军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宣布了陆军装甲作战系统计划，前身是意大利的装甲步兵作战系统计划，旨在打造一款新型履带式步兵战车，并以该型战车车身为基础，打造系列装甲作战平台。在意大利的计划中，战车功能配置多达16种，包括步兵战车、反坦克、迫击炮车、侦察车、防空车以及指挥车等。具体采购数量也在不断加码，从最初的375辆增加到661辆，后来又到了1050辆。当然，意大利军方为此准备了足够的经费，按照计划，新型车辆前后将持续13年，也就是从2024年至2036年，意大利国防部将在这些年内支出52亿欧元，最终预算可能会增加到150亿欧元。而作为当前欧洲正在进行的最大陆战装备采购项目 ARCS 计划，自然吸引了大量军火商的主力。而现阶段最具潜力的候选方案有3个，包括德法防务集团 KNDS 的全狮犬步兵战车，莱茵金属公司的 KF-41 山猫步兵战车，以及 BAE 系统公司的 CV-90 步兵战车。目前尚不清楚这笔订单会落入哪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国防部并不是单纯的想直接采购，是希望能通过合作达成多个目标，以此来实现项目的利益最大化，确保采购项目按期完成，又能借此提高国防工业水平，最后还能融入欧洲军工体系。针对该项目，火力军将持续关注，并为各位及时带来最新资讯。据英国空军网7月23日消息，在日前举行的皇家国际航空展上，英国皇家空军驾驶了混合可持续航空燃料和传统航空燃油的台风战机，顺利完成了8分钟飞行性能展示，成为首架使用 SAF 进行公开表演的台风战机。其装填的 SAF 占战机容量总比例的 35%， 但整体性能与效率并未有所下降，足以证实 SAF 的可靠性。SAF 是传统航空燃料的突破性替代品，主要用来减轻航空业对大环境的影响，比如它可以减轻碳排放，以此增加航空业的可持续性。而且它还属于可再生资源，能够让航空业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目前，英国已经批准飞机燃料可添加最高 50% 的 SAF，
以促进减少碳排放。且在早期的时候已经公布了国防航空净零排放战略，借此提升 SAF 使用范围，降低英国战机、运输机等飞行器的碳排放规模。此外，波音公司也曾对外宣称，其为英国皇家空军新生产的 P8 海上巡逻机、417运输机以及 CH-47直升机，经测试评估后也可使用 SAF。据荷兰国防部7月25日消息，荷兰与丹麦计划在夏季尾声之前一同军援乌克兰14辆豹二坦克。该援助计划初定于去年4月，为了实现这一约定，两国先是通过第三方渠道购买了14辆豹二坦克，然后将其交由莱茵金属公司进行翻修，并接受了数月测试，如今已经可以进行交付行动。值得一提的是，荷兰和丹麦原本有意按计划向乌克兰提供豹二坦克，后又称不参与相关支付行动，而以参与维修和保养型号较老的豹一坦克作为补偿。但又因英法德等诸多北约国家频繁向乌克兰援助多型主战坦克，最终还是决定兑现承诺，以平摊 1.65 亿欧元的方式，共同向乌克兰援助14辆豹二坦克。据以色列媒体7月22日报道，以色列拉斐尔公司已开始向捷克交付首批蜘蛛防空系统。首批蜘蛛防空系统现已运抵捷克军事技术学院。2021年，捷克与拉斐尔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 6.27 亿美元的采购合约，定制了一款新型蜘蛛防空系统，取代国内老旧的俄制 SA-6 系统。按照合约内容，捷克还将于2025年至2026年陆续接收4套蜘蛛防空系统，并由陆军第251防空导弹营操作。据悉，蜘蛛防空系统是一种可空运、快速反应的地对空导弹系统。一套完整的蜘蛛系统包括一个车载雷达、3到6个导弹发射单元以及对应的支援车辆。而此次交付给捷克的这款新型蜘蛛防空系统，它既由巨蟒5型和德比导弹改进而成，后续还发展出蜘蛛短程和蜘蛛中程两种陆射版防空导弹衍生型号。其中，短程导弹射程为20公里，射高9公里，而中程导弹射程为50公里，射高16公里。导弹内置双脉冲火箭发动机，能够在整个过程中实现最佳推力管理。导弹的运算单元包含复杂的算法，会根据发射条件和目标行为优化弹道，且二者皆具备全天候快速接战能力，可在360度范围内探测威胁并打击目标，同时还具有处理饱和攻击和多目标接战能力，可以有效应对战机、直升机、无人机等各种空中威胁。据中时新闻网7月23日报道，秘鲁空军对外宣称取消原先向俄罗斯购买雅克130战斗教练机的采购计划，转而优先采购欧美的先进战斗机。秘鲁表示，早期想要购买俄罗斯雅克130，主要是将其作为老旧的 MB339 教练机，同时也要淘汰掉操作成本高昂的幻象2000机队。考虑到雅克130具有一定的对地打击能力，最关键的是其价格非常低廉。在预算成本方面，雅克130占据极大优势。然而，随着全球局势逐渐紧张，各国都在装备先进战机，以此来强化自身的防空能力，导致雅克130的价格优势荡然无存，毕竟它的战斗性能远远落后于先进战机。而秘鲁出于同样的考量，也决定优先引进具有先进战斗性能的飞机，比如说 F-16JAS-39。不过，除了价格及性能之外，秘鲁之所以做出这一般决定，还可能是因为当前俄罗斯正在被欧美全方位制裁，其商业对象可能也会受到牵扯。据中时新闻网7月23日报道，美特战司令部进行了一项特殊的招标案，试图寻找一种理想机枪。通常来说，机枪分为3种类型，分别是轻机枪、中型机枪和重机枪。其中，轻型机枪以便携性为主，其配备的子弹口径较小，大多采用 5.56 毫米子弹，威力很一般。通常通过携带大量弹药的方式来弥补这一缺陷。至于中型机枪，采用 7.62 毫米子弹，基本装备于排级以上单位。最后是重机枪，它的威力非常强劲，可突破轻型装甲，甚至是较薄的墙壁和工事。
不过缺点也很明显，比如 M2 重机枪，因枪体过于沉重，它在运送时常常被拆成枪支、枪管、子弹、脚架，等到了部署地点后还要进行重新组装。按照 SOCOM 的要求，重标机枪应具备轻机枪的便携性，重量最好在11公斤以内，又同时具备中型机枪以上的火力，装备的子弹口径在 7.62 毫米以上，以及重机枪的射程和射速，有效射程2000米，射速在500到600发每分钟。目前 SOCOM 看中的有3款机枪，首先是 MG338 机枪，这是一款短冲程气体活塞枪，能够进行半自动和全自动射击。它的优势在于枪支的后坐力管理非常好，其在设计结构上采用了专有系统，允许枪管在发射时向后移动，能够有效降低后坐力，而这也是 SOCOM 看中它的原因。其次是 R1APR 机枪，它重 12.2 公斤，显然已经超过了 SOCOM 的要求，但是它强大的便携性让 SOCOM 不得不放宽了政策。它能够在10到20秒内分解成3个部分，且可放在背包中携带，使其重量可以分散到整个团队中，这使得远程作战变得容易。最后是 RM338 机枪，这款机枪曾专为替换 M240 而设计，它射速可达每分钟500发，因其采用了 8.6 毫米口径的子弹，在同等距离下，威力要比 7.62 毫米子弹强大4倍，且精准度更高。虽然说这一款原型机枪目前并不能够完全满足 SOCOM 的要求，但并不排除经过后续升级改装以达到预期目标。据美国媒体7月23日报道，由于咆哮者将于2027年停产，目前波音公司内部正在讨论是否要把 F-15EX 战机改造成电子战战机。F-15EX 是 F-15系列的最新版本。在武器方面， F-15EX 安装了一门6管 M61 火神20毫米机炮，可装备500发 M56 或 PGU-28，其机翼下有4个挂架，共有23个挂载点，最多可携带12枚 AIM-9 响尾蛇导弹或12枚 AIM-120 中程导弹。除此之外，还可挂载 AGM-158 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波音公司指出，未来 F-15EX 还将携带新型 AIM-260 JATM 以及高超音速武器。在电子战方面，其配备有 BAE 提供的鹰式警告生存系统，具备一定电子战能力，而且安装的 AESA 雷达探测范围也要比 F-15更大。但若要进一步拥有类似于咆哮者的能力，波音可能会继续扩充其电子战能力，包括添加额外的干扰吊舱以及其他辅助子系统。在动力方面，其装备了2台 F-110GE129 涡扇发动机，每台发动机可以提供 76.3千牛的推力，最大飞行速度2656公里每小时。在今年6月份，首批作战型 F-15EX 已经交付给美国空军，且现有机队已具有初始作战能力。至于此次针对 F-15EX 是否要改造成电子战战机一事，波音一方面为了填补咆哮者退役后的能力缺口，另一方面为 F-15EX 开拓新的市场机会，且已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印尼已承诺购买，以色列也将大量订购，美空军目前也计划采购98架。随着 F-15EX 潜在电子战能力的拓展，它可能在未来的空中作战中扮演更多元化的角色。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的全部内容了。你们觉得面对不爽的俄罗斯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会做出什么反应？另外，北约与法国为其提供军事援助的目的又会是什么呢？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